法王洞居然1比1還原了出来，真是不容易啊！这里的空間比想象中的还要小。法王洞嘛，本来就是按照洞的样子造的，它就是在圣观音殿的斜下面一点儿。虽然地方不大，但它和圣观音殿可是布达拉宫现存建筑中修造的时代最早的殿堂哦。按照藏文史料、宗教源流和西藏王统计记載，這裡是吐蕃時期的建築遺跡，有1000多年的歷史了。這裡沒有採光口，這種昏暗的效果，反倒有一種穿越歷史的真實感。是的，以前全靠酥油燈照明。你看，时间長了，牆上的壁畫都被燻黑了。還真是。布達拉宮的法王洞一直在做保護修繕，所以我們只能借助這個虛擬空間去了解它了。法王洞位於紅宮6層北側的西端，是布達拉宮中最神秘的地方之一。由於內部空間狹小，為了保護文物，這裡已經不再對遊客開放。它的名字與吐蕃贊普松贊干布緊密相關。松贊干布是佛法的傳播者，被世人尊稱為法王。據說這裡是贊普親自開光的地方，所以被稱為法王洞。不過，在建造紅宮的時候，這裡差點被拆掉。根據史料記載，17世紀五世達賴喇嘛重建布達拉宮時，已經存在的法王洞連同上面的聖觀音殿都保留了下來，還新建了一些殿宇。但半個世紀後，帝斯桑傑嘉措主持擴建紅宮時，為了打造他心中理想的宗教殿堂，計劃從紅山的中心開始建造，主張把法王洞和聖觀音殿全部拆除。這一想法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對。面對兩難的選擇，桑傑嘉措分別在五世達賴喇嘛的法體和本尊吉祥天母像前進行了2次卜卦，結果2次都顯示不拆為好。最終，他聽從了占卜的結果，法王洞才得以保存到今天。這法王洞雖然面積不大，但裡面的塑像可真不少啊。是的，吐蕃時期的雕塑作品保留至今的很少，最重要的遗存就是這裡的松贊干布，他娶的文成公主和赤宗公主等等這些彩色泥塑了。這些雕塑都很寫實，人物刻畫的特別逼真，表情也很生動。雖然後來被重新上色過好幾次，但你還是能看出他們原來的樣子。在這些塑像中，松贊干布的形象特別引人注目。他留着一撇細長的8字鬍鬚，臉龐微微側向一邊。松贊干布帽頂上有一尊阿彌陀佛像，這成為他獨特身份的象徵，為他的傳奇生平更添了幾分神秘色彩。與松贊干布相對的
是尼泊爾赤尊公主。雕塑家巧妙地刻畫了她的南亞特徵。文成公主的塑像是按照她20岁左右的容貌塑造的。她身着藏式巴瑞象圖案的絲綢漢裝，頭戴類似唐代花簪的菱形頭飾，大耳坠更顯華貴，既展現了中原女子的仁慈、善良與智慧，又透露出皇家公主應有的莊重和威嚴。我以為文成公主會穿藏袍，沒想到這是中原女子的裝扮。你看松赞干布那邊有他的王子孔松孔赞，還有創造藏文的推米桑布扎等等。通過這些造像啊，我們能感受到吐蕃時期造像藝術的高超水平和濃郁的民族特色。我有個疑問，松贊干布和2位公主，明明是一家人，是的，怎麼會被這根柱子給隔開了呢？法王洞上面啊，就是70達賴喇嘛靈塔殿。我之前提過，為了加固靈塔殿，得在底下加幾根柱子撐着。法王洞裡的這根柱子就是用來撐靈塔殿的前牆的，但柱子正好擋住了松贊干布的像，沒辦法，只好把松贊干布和他西邊的那些塑像都挪了位置，然後加上了50達賴喇嘛的塑像。另外呢，法王洞本來是由轉經道的，為了穩固靈塔的承重，已經全部用石塊填實了。為了整個建築根基的穩固，法王也得挪位啊。是啊。在布達拉宮的眾多佛殿中，法王洞顯得與眾不同，因為只有它以洞命名。不過，這座佛殿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石窟，而是古人用泥敷牆的方式模擬出了洞窟的樣子。這種建築風格深深體現了佛教文化的影響。石窟是佛教中一種重要的建築形式。佛教教義強調追求內心的寧靜與超脫，所以僧侶們常常選擇遠離塵囂的深山幽谷，開鑿石窟作為修行之地。如今走進法王洞，依然能讓人感受到當年松贊干布在這裡隱修時的虔誠和專注。剛從皇宮最高層下來，就看到這麼珍貴的藝術品，是的，真是令人眼前一亮。那麼我們接下來的旅程是不是要進入一個全新的探索之旅？沒錯，布達拉宮不僅僅以它輝煌的建築和悠久的歷史著稱，更在於它的每一個殿堂啊，都藏着獨特的珍寶和故事。現在，咱們就一起去揭開他們的神秘面紗吧，走。石輪殿位於紅宮6層東側。石輪殿是遊客從頂層下來的第一站，就是這兒了。走。走進殿內，仿佛置身於一場歷算大師的盛會。
佛龕內擺放着他們的塑像，共同守護着大殿中央一座巨大的銅鎏金石輪立體壇城。這也是石輪殿的鎮殿之寶。相傳釋迦牟尼晚年給香巴拉國王講授了一部經文，名叫《石輪經》。這部經典於11世紀初從印度傳入西藏。這座壇城就是根據《石輪經》在日喀則地區覺囊派的平措林寺建築的。1680年，他被遷到布達拉宮供奉。1693年，洪宮建成後，這座壇城又被安置在石輪殿內，並耗費了1124兩黃金重新鎏金，鑲嵌了大約2萬顆各類寶石。這件高達2.9米、精美壯觀的寶物，由3組大小不一、形制相同的建築重疊組合而成。站在它面前，首先吸引我們的是中央的閣樓，它象徵着傳說中的須彌山。圍繞須彌山的是4面塔殿，分別代表着4大部洲以及日月的光輝。從外向內都是精緻的浮雕，用人工的精巧展現了宇宙間自然物的形成過程。壇城內部供奉着636尊佛菩薩和護法神。據說在灌頂，也就是密宗拜師傳法的儀式上，修行者需要一一認出，才能獲得修法的資格。石輪經被認為是密宗教義的最高成就，在800多年前特別盛行，吸引了許多高僧大德潛心鑽研。他們通過對石輪經的研究和对石輪壇城的觀修，形成了對西藏天文曆算影響深遠的石輪曆。石輪殿的設立和裡面的布置反映了藏族人民對天文曆法的深厚理解和應用。石輪曆作為其中的重要組成，也是我們探索古代科技智慧的重要途徑。站在這座石輪壇城面前我們能夠更直觀、更深入地理解藏曆的精髓和奧秘。說到藏曆，我的第一反應就是藏曆新年，有時和春節是同一天，有時又不是。這藏曆和咱們常用的農曆到底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呢？傳統藏曆除了從印度引入的石輪曆，它還包含西藏本地的物候曆和從內地引入的實現曆。藏曆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古醒凶時期，那時雍中本教徒就能準確地算出冬至日，並把這天當作一年的開始。而內地的曆法則是公元7世紀的吐蕃時期，唐朝文成、金城2位公主先後帶來的。哦，原來也融合了内地曆法。是的，難怪我總覺得它們之間既相似又有着微妙的差別。這幅布達拉宮珍藏的清代天體運行圖布畫唐卡，是根據曆算書白琉璃的記載，畫出了天體、日月星辰的運行軌跡。星球們被畫成各種動物的形象，在代表宇宙的圓圈內，按照特定的軌道運行。從這些動物的圖形來看，它們和通常劃分的天體12宮完全一致。
在拉薩市墨竹工卡縣，有一座已經使用了300多年的天文觀測台，至今仍在發揮作用。每年，當陽光透過樓頂的側孔照射到側光時，形成一條直線時，西藏各地就到了灌溉和春耕的時間。这種現象一年只出現一次，精準程度堪比傳統的24節氣。古代藏族人民正是通過不斷觀察太陽、月亮和其他星球的運行，以及季節變化和動植物的生長情況，制定了一套適合高原環境的獨特曆法，稱為物候曆。這套曆法至今仍在指導着藏族人民的生活。2008年，藏族天文历算被列入第2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藏曆受內地影響，所以和農曆在很多方面有相似的地方，比如他們的干支紀年都是60年一個循環。但藏曆也有自己的地方特色，它以日不雍紀年，就是以陰陽五行金木水火土代替10天干、甲乙丙丁戊等等，以12生肖鼠牛虎兔这些來代替12地支子丑寅卯等等。難怪我聽藏族同胞說水兔年啊、木龍年，原來是因為這個繞迥紀年呀。2024年啊，在農曆是甲辰年，而在藏曆就是木龍年。雖然兩者都是結合了太陽和月亮的運行週期來制定的陰陽合曆，但它們在月首和閏年的設置上啊有點不同，這就導致了藏曆新年和春節有時在同一天，有時相差1天，或相差1個月。作為藏曆體系的重要基礎，時輪經的影響一直延續到今天。由它發展而來的時輪壇城，不僅體現了藏傳佛教的宇宙觀和修行智慧，還因其精美的宗教藝術而備受推崇。過去，達賴喇嘛會在時輪殿中親自講授時輪經。壇城殿供奉了3座立體壇城，而這個殿專為時輪壇城而設，可以看得出時輪經所受到的重視。不過話說回來，就算它再厲害，也只是佛教那麼多經典裡頭的一部而已。我就好奇了，這些佛經到底是怎麼來的呢？咱們去旁邊的釋迦能忍殿看看吧，那裡或許有你想要的答案。釋迦能忍殿位於紅宮6層東南角，原本是達賴喇嘛的寢宮之一。1799年，巴士達賴喇嘛在這裡供奉了一組佛像，主尊是釋迦能忍像，於是這裡改名為釋迦能忍殿。釋迦能忍是釋迦牟尼的尊稱，意思是有能力和仁義的智者。哦，原來主尊是釋迦牟尼啊。對。那旁邊的這幾位呢？一共有8位，你猜猜。他們的樣子都差不多，沒法辨別啊。
不會是釋迦牟尼的隨佛8大弟子吧？哦，難不倒你啊！猜的。隨佛8大弟子也稱8大菩薩，他們分別是文殊、金剛手、觀世音、地藏王、除蓋障、虛空藏、彌勒和普賢。釋迦牟尼活着的時候啊，佛經大多是口頭傳授，沒寫成書。他圓寂後啊，弟子們為了繼承他的傳教事業，通過集體努力啊，經過3次結集，把他的教誨整理成冊，變成了我們現在所看到的佛經。所以，佛經其實主要就是釋迦牟尼親自傳講的教法。是的。以及佛弟子等對教義的注釋、論述等內容。沒錯，總結得很到位。這些佛教典籍的彙編總集呢，就是大藏經了。藏文大藏經分為根chú和滇chú2大部分。在布達拉宮的佛殿中，除了精美的塑像和裝飾，還有一排排整齊的經書牆，格外引人注目。釋迦能仁殿東牆的經書架上，存放着17世紀中葉用金枝抄寫的甘珠爾。布達拉宮還珍藏着一部用朱砂汁印制的甘珠爾。這是目前保存最完整、年代最早的藏文刻版甘珠爾。這部經書是永樂8年明成祖朱棣命人以西藏納唐的寫本為基礎制作的，並分別贈送給西藏第5世噶瑪巴大寶法王和宗喀巴大師各一套。甘珠爾的意思是佛語部的譯本，主要收錄了佛陀親自傳授的教法，包括經藏和律藏2部分。經藏是佛陀所說的教義，律藏則是佛陀為僧團制定的戒律和規範，而丹珠爾是佛教教義注釋、論述及擴展的權威譯集，核心內容集中在論藏領域，匯集了佛弟子及後世學者的研究成果和獨到見解。它不僅是对甘珠爾內容的補充和完善，也記錄了佛教教義在不同歷史時期與地域環境下的適應和演變。在彌勒殿中，珍藏着用8寶支抄寫的丹珠爾，經頁採用藍靛紙，書寫材料是金、銀、銅、鐵、松石、珊瑚、青金石和海螺8種珍貴天然物做的支。甘珠爾好比原著，丹珠爾就像名師解析。沒錯。大藏經的內容非常的豐富，涵蓋了佛教的各個方面。具體而言，它主要包括經、律、論3藏3個部分。《西遊記》裡的唐僧被稱作3藏法師。是的，這個稱呼是不是和大藏經有關呢？對，這個稱呼就是對他佛學水平的一種認可和讚揚。他在佛教經典的學習和修行上啊，達到了極高的境界。經、律、論3藏都精通，還能弘揚這些典籍。那藏文大藏經和漢文大藏經內容上是一樣的嗎？有相似之處，也存在一定的差異。他們都講了佛教的核心教義，不過藏文的大藏經啊，可能收錄的內容更廣。除了佛教經典啊，還有天文、歷算、醫藥、邏輯、工藝等多學科的著作。
這些內容啊，讓藏大藏经在宗教、文化、科学等領域都具有重要的價值。因此呢，它被稱為藏族文化的百科全書。緊鄰釋迦能仁殿的無量壽佛殿，在八世達賴喇嘛時期也從寢宮改造成了佛殿。1781年，24歲的八世達賴喇嘛接到了乾隆皇帝冊封的經冊，開始親政。為了祈願這位年輕達賴喇嘛福壽綿長，遠離災禍，他的經師特意讓人在這座殿裡塑了8尊銅鎏金無量壽佛，並把這裡改名為無量壽佛殿。殿中央的主尊是大日如來佛，他是佛教密宗至高無上的本尊，也是密宗最高階層的佛。作為五方佛的中尊，它主宰着宇宙中央的佛土。西藏高寒缺氧，歷史上平均壽命不高，或者也是人們更渴望長壽的原因。那無量壽佛被稱為長壽佛是沒錯的吧？這幾尊無量壽佛形象特徵完全一致。他們有各自獨立的身份嗎？是的，有的。他們雖然名字不一樣啊，但都是同一個佛。像金剛無量壽、大寶無量壽、蓮花無量壽、不動無量壽，這些名字不同，但都是強調無量壽佛的某些特質，比如堅不可摧、珍貴無比、純潔無瑕、堅定不移等等。然而世事難料，儘管周圍充滿了虔誠的祈願，八世達賴喇嘛的一生還是沒能擺脫動盪的命運。他經歷了2次外來侵略的嚴峻考驗，命運如同波濤中的小船，起伏不定。最終，他在47歲的盛年圓寂。那份未完成的祈願，化作了一聲穿越時空的悠長嘆息，留給後人無盡的感慨。但正是這份遺憾，讓八世達賴喇嘛的故事更加真實動人。他的一生就像一首悲壯而美麗的詩篇，永遠銘刻在歷史的長河中。藏王老師，您說這些布達拉宮裡的佛像，怎麼看着都那麼眼熟啊？感覺我好像以前在哪兒見過似的。是，你是不是想說這些佛像都很像啊？是啊，你看這幾尊無量壽佛像，還有之前看過的釋迦牟尼佛的隨佛8大弟子，感覺都差不多。這是因為布達拉宮裡大多數塑像都是出自一個叫雪朵別的地方，那裡就是一個專門做佛像的工廠，有嚴格統一的制作標準，有點像紫禁城的造辦處，是個官辦機構。雪堆白位於布達拉宮下的雪城旁邊。雪指的是布達拉宮腳下的地區，堆白指那裡的工匠能夠做出人們能夠想到的任何東西。它起源於五世達賴喇嘛時期，是為了滿足布達拉宮、大昭寺等地的造像需求而設立的。這裡匯集了西藏最優秀的工匠，還有來自內地和尼泊爾的高手。除了鑄造佛像，他們還從事雕刻、繪畫、織繡、泥塑、
工藝用品和家具的制作。可以說，雪堆白代表了当時西藏手工藝的最高水平。雪堆白的佛像制作非常繁复奢华，大量镶嵌各色宝石，尤其是印鎏石，鎏金也很厚实，所以看起来金光闪闪的，有些甚至不计成本，满满的恭敬风范。看来只要是雪堆白出品，必是精品啊！对，无量寿佛殿这些佛像就是雪堆白造像的杰出代表。它们看起来很像，是因为工匠们要严格按照造像量度经的规定塑造，包括壁畫造像，不能按個人意願隨便確定。這種定型化和標準化是西藏造型藝術中的一個重要特點，也是藏傳佛教佛像形成穩定藝術風格的重要原因。造像量度經詳細規定了造像各部分的比例關係，還對佛、菩薩、度母、金剛等形象的姿態和表情提出了具體要求。比如，佛像的面部要鼻稍高，兩眼像睡蓮，神態端莊；而度母和天女要腰細，胯部稍寬，芝麻臉，目清而明亮。這些嚴格的規定是為了通過統一的造像藝術標準，讓五湖四海不同文化背景的信徒都能夠感受到同樣的震撼和啟發，從而強化信仰的凝聚力和普遍性。制定這些造像原則，就是為了保護佛教的傳統和神聖性不被破壞。造像的比例和尺寸雖然來自佛經，但也反映出藏族工匠對人體解剖的理解。你看，這裡東南角供奉的是一尊銀質的白度母，西南角這尊是銅鎏金的綠度母。它們的頭身比例是1:9，雖然不是正常比例，但正是這種拉長了的身形，讓度母看起來更加修長，體態也更加優美，成為布達拉宮最動人的藝術形象之一。說起度母，我就想起上師殿裡那尊超美的白度母像。但為什麼在內地就比較少見呢？度母在藏傳佛教裡是一個重要角色，在西藏有自己的一套信仰體系，跟觀音菩薩一樣受歡迎。但在內地可能因為社會環境、文化認同等原因，度母更多的是作為觀音信仰的附屬或補充存在。說到度母可能大家不太熟悉，但卓瑪這個名字肯定都聽說過吧？卓瑪不就是藏族女孩常用的名字嗎？沒錯，其實卓瑪就是度母在藏語裡的叫法。西藏人特別敬重度母，希望自己的女兒能擁有和度母女神那樣美好的品質，所以好多父母都給女兒取名叫卓瑪。怪不得西藏有那麼多叫卓瑪的姑娘。是的，我就認識好幾個。其實歷史上那些貢獻卓著的女性也會被藏族人民尊為度母。比如文成公主就被尊為綠度母，赤足公主呢被尊為白度母。傳說綠度母和白度母是觀音菩薩的2滴眼淚所化現。白度母通常呈現白色或淺綠色，手腳的掌心各有1隻眼睛，加上額頭和臉上的眼睛，總共有7隻，象徵着它能關照一切眾生。綠度母則全身綠色，雖然沒有額外的眼睛，
卻被尊為所有度母的主尊，擁有極高的地位和影響力。此外，藏傳佛教中還有21相度母、救八難度母等眾多度母形象。据說，布達拉宮內供奉着大大小小的佛像幾十萬尊，分布在各個殿堂中。尤其是紅宮6層北面的響童殿，是佛像與佛塔精品最集中的地方。響童是一種合金铜，所以這裡也叫合金佛像殿。殿內供奉着3000多尊佛像和佛塔，其中1700多尊是合金塑像。這就是響童殿了，中間用1堵青質牆分割成東西2間。看得我眼花繚亂啊！是吧？這簡直就是一面千佛牆。聽說響童殿裡的佛像每一尊都是世間僅存的無價之寶，真的假的？這個說法有點誇張了，但確實說明了這些佛像的珍貴。響童呢，是一種特殊的銅合金，來源於印度和尼泊爾，主要成分是銅，但因為加入了恰到好處的金、银、锡，甚至是金刚石等珍貴礦物，成品會呈現不同的顏色，或表面形成斑斕的色塊。在藏族人看來啊，響童鑄造的佛像比純金造像更為貴重。聽說這個鍛造的工藝其他地方沒有啊？對，所以他們對研究古代金屬造像藝術啊，有極高的價值。這麼說來，那響童殿真的是布達拉宮裡的一個大寶庫啊！當然，不光是材料和工藝，它們背後的歷史和文化價值，那更是沒法用錢來衡量的。響童殿裡的佛像最早的有1000多年的歷史。這些佛像有的來自印度、尼泊爾等喜馬拉雅地區，有的是西藏各地的精品，還有北魏、元代、明代、清代等中原地區的造像。這尊彌勒佛像制作於北魏和平3年，也就是公元462年。須彌座後面的銘文清楚地記錄了佛像的制作時間、地點、人物和主題。由於長期在西藏供奉，佛像的臉部、胸口和髮髻都被塗上了泥金和藍色顏料，五官也經過了彩繪。它造型完美，工藝精細，代表了北魏金銅造像的最高藝術水平，是北魏造像平成模式的典範之作。這尊彌勒菩薩立像制作於公元10至11世紀，整體造型和裝飾風格體現了尼泊爾造像的鮮明特點，是一件難得的早期尼泊爾造像珍品。而這尊觀音菩薩立像，從三葉觀、面相、姿態、腰帶等風格來看，都和公元12至13世紀西藏西部仿照印度帕拉時期的造像風格非常接近。
你看這店裡，全是來自不同地域、不同歷史時期、各種風格的金铜佛像。布達拉宮在佛教造像藝術領域啊，无疑是全世界最完整的收藏空间之一了。被这些精美的佛像圍繞，感覺真好呀。不過作為遊客，可能很難一下能記住這麼多的佛像。有沒有什麼記憶小竅門？這個可以嘗試從那些常見的佛像組合入手，就像我們在內地常見的30佛組合。迦耶佛代表過去，釋迦牟尼佛代表現在，彌勒佛呢代表未來。這一組合啊，展示了佛教在時間上的傳承和延續，也寓意着佛法代代相傳，永不熄滅。在藏傳佛教中啊，同樣也有許多富有特色的佛像組合。在藏傳佛教中，尊勝佛母、長壽佛和白度母被稱為長壽三尊。密宗認為，供奉尊勝佛母並念誦她的咒語，可以獲得長壽和福氣。長壽佛，也就是無量壽佛，名字本身就表達了對無盡壽命的渴望。而白度母，據說它能保佑信眾遠離疾病和痛苦，增加福壽，因此這個組合被視為福壽吉祥的象徵。文殊、觀世音和金剛手這3位菩薩被稱為三護主，也是藏傳佛教寺院中常見的佛像組合。文殊菩薩手持寶劍，象徵斬斷一切邪念，最有智慧。觀音菩薩手持蓮花，是最慈悲的。金剛手菩薩手持金剛杵，象徵無上的法力。它們代表了佛和菩薩身上不可分割的3種特質：智慧、慈悲和力量。為什麼藏傳佛教中，有些佛像慈眉善目，有些佛像卻像這個金剛手一樣面目猙獰、凶神惡煞呢？按照佛教密宗的理論啊，佛是具有多種變化身的，有時候展現出最真實、最慈悲的一面，有時候呢就變成你看到的這些兇惡恐怖的樣子，就是憤怒身。所以佛和菩薩既有慈悲相，也有憤怒身。憤怒身主要是為了嚇唬邪魔外道，教化那些頑固不化、魔障纏身的人，好讓他們醒悟，好讓他們知道錯了，擺脫那些煩惱。這其實就是所謂的以善勸善，以惡制惡。這麼一說，我就明白了。那些金剛和護法神長得那麼嚇人，原來都是為了幫助人啊。在布達拉宮的時光長廊中，我們仿佛穿越了時空，與無數璀璨的珍寶不期而遇。這些珍寶跨越了地域與時間的界限，帶着虔誠的信仰與歷史的沉澱，經歷無數春秋，逐漸凝聚成一段段不朽的傳奇。它們不僅僅是物質財富的積累，更是人類探索宇宙奧秘、攀登藝術高峰的輝煌見證。當布達拉宮的歷史迷霧慢慢消散，唯有這些非凡的藝術品依然閃耀，
帶我們觸摸永恆的真諦。之下如影，素有鲜花随行，心灵步履不停，汇聚悲喜的一生。蓝天白雲作定，日月星辰燃燈，生命自在流經，存放世間的坦誠。燭火點亮着星空，深情的紅，扎根於山的空，撥動心弦的呼喚，穿越時空，血與